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款短款的冷帽。别小看这顶帽子，这款帽子四季都可以戴，而且百搭不挑人，戴起来就像棒球帽反戴的感觉，酷酷的，还有点嘻哈的味道。戴上瞬间气场拉满，男女生都能戴，女孩子戴上俏皮又显气质。关键是这顶帽子全是用平针织的，针数又不多，所以新手很快就能完成。想学吧？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。今天用到的线呢，还是 Bernite 的线。是100%的亚克力纤维，线很蓬松柔软。我用这个线编织了好几顶帽子了，戴着都很舒服，一点都不扎。线呢比一般的中粗线要粗一点。它这上也有建议用5毫米的针，这个就是5毫米的针，这是通常我们说的6号针，我们用2根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从芯里把这个线拽出来，这样在编织过程中走线就走得比较顺。下面我们就来起针。先打一个结，然后我们来看看哪根线是动的。那现在是这根长线是动的，是可以把这个线圈调小的。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这根短线能调节线圈，所以我们重新打这个结。刚才我们是用的长线，现在我们翻个个，用这根短线来打结。这回是短线在动，这回就对了。我们把这个线圈套在针上。你看，拽这根长线呢就拽不动，但是拽这根短线呢，这个线圈就收紧了，这一点呢很重要。然后这个线圈呢也算一针，我们一共起35针，就用这种最简单的起针方法起针，就是把线在食指上绕一圈，然后套在针上。最后数一下针数，这针数少好数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4、16、18、20、22、26、28、30、32、34、35。好，起好针以后，我们就开始织了。织第一行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针目很紧，不容易进针。那你就用食指把这针目推一下，让它松动一下，这样就好进针了。因为第一圈比较紧，有时候织的时候还容易把线织劈了，所以别着急，慢一点。第一行的每一个针目你都需要松动一下，如果不松动的话，几乎是没办法进针的。再加上我们用的这个针比较粗，然后这头比较钝，就更不容易进针了。不过这第一行织完以后，后面的就都非常顺了。这是最后一针，你看这一针本来很松，但是一拽这根线就可以把它收紧了。后面我们还会牵扯到这个针目。翻过来以后是反面，反面呢我们是织上针，还有呢就是带着线头的这一侧呢是帽顶的地方。从第2行开始呢，第一针都是挑下来不织，挑下第一针以后，然后就开始织，这一行都是上针，后面没有什么变化，我们把这一行给它织完。好，翻过来以后呢，我们又回到正面，正面呢都是下针。刚才带线头的那一边是帽顶，那这一边呢就是帽檐儿。帽檐这边呢不是这样挑下第一针，然后织后面的下针的。这第一针呢，我们是从线的下面挑过来，然后再把线从前面绕下去，开始织后面的下针。这样这个边呢就形成一个小疙瘩。帽檐这边的开头呢，我们都是这样织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小疙瘩一个小疙瘩这一排上去，非常整齐。我们管这个边呢就叫狗牙边。如果是直接挑下来第一针，然后就开始织后面的下针的话，那这边上最后出来的呢就是一条小辫儿。因为是2行一个辫子，所以这个辫子呢就比较松，做帽子的边沿呢就不是很好看。正面织到最后呢，最后的2针是并在一起的。并的时候，外面的一针在上面，里面的一针是在下面。
翻过来我们又倒反面了。帽顶的这一边的边针呢，我们是要留成小辫的，因为这一面是上针，上针的第一针挑下来呢，都是从线的底下挑下来的。你看这样它就保留住了这个边上是小辫，然后就直接可以织上针了。后面就都是织上针过去。帽檐这边是不减针的，所以一直把它织完。翻过来到正面，虽然是正面，但是第一针我们挑下来的时候呢，也是从线的底下把第一针挑下来，再把线从前面绕下去，让边形成狗牙边，然后开始织下针。所以这两边的第一针的挑针方法呢，都是从线的下面把针挑过来。但是在帽檐这边呢，需要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把线从针的前面绕下去，然后再开始织下针。那帽顶的那一侧呢，因为是反面要织上针，所以把第一针挑下来以后直接织上针就可以了。正面每一次织过来都要并掉一针。这是第二次并针，我们这里已经并掉了2针了。翻过来，反面第一针挑下来以后，不需要把线绕到下面去，直接织上针就好了。就这样一直织过去。帽檐这边是不减针的，所以一直把它织完就可以了。然后翻过来，这边的狗牙边呢已经出来了，你看非常的整齐。开始的第一针呢，别忘了是从线的下面挑过来的。下针织过去以后，最后2针呢，别忘了是并在一起的。以后呢都是这样，反面织过去，然后正面再织过来，最后2针并在一起。每一次减针的时候呢，都是里面的这一针在下面，外面的这一针在上面。那我们一共减多少针呢？我们像这样的减针一共减15针。减掉15针以后呢，针上就剩20针。这里我没数啊，大概就这么宽吧。那下面我们就把减掉的这15针呢，给它完成了。这15针呢就减完了。我们来数一下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。然后这根针上呢就剩20针了。5、10、15、20。现在的这个宽度呢是帽围的1/4。我们来量一下，这里是13公分，13公分乘4呢，这个帽子的头围呢就是52公分。这个头围呢是你耳朵上面的那一圈头围，不是最大头围，所以比平时你戴的帽子的头围呢要小一点，这样基本上就够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尺寸有点偏大，那你就在这儿少收1针，也就是少织2行。如果少织2行呢，我们从这儿量过去呢，那就是12.5，12.5乘4呢，那帽围就是50公分。同样，你要是觉得这个尺寸有点小呢，你就再多减1针，就是多织2行。这尺寸呢就变成13.5了。下面呢，我们要把减掉的这15针呢再给挑回来。挑的时候，我们不挑边上的这一排小辫儿，我们挑辫子后面的这一排针脚。你看，第一个针脚编织线已经在这里了，所以这个针脚呢不能再重复挑了，我们只能从第2个开始。那我们从这里数下去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那还少1针呢。
那少的这一针从哪儿挑呢？就从这个第一针上面挑，就是起针的时候那个线圈儿。我们先把这14针挑上来，这些针呢都非常好挑，它针目非常清晰，而且不是很紧。好，我们把这14个针目挑上来以后呢，这第15针在哪儿呢？这第15针呢，就到起头的时候起的第一针里头去挑，也就是我们打结套在针上的那个第一针。我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一针上做一个记号，我给忘了。那我现在在这里放一个记号针。这个记号针呢就留在这儿了，后面还会用到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第2片的编织，这一行都是上针，我们把它织过去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刚才挑针的地方，衔接处非常的干净。我们把剩下的上针给它织完，然后翻过来，在帽檐的这边呢没有任何变化。第一针呢还是从线的底下挑过来，然后再把线绕下去，再开始织下针。织到最后的时候，最后2针是并在一起的，就是重复第一片的织法。翻过来是反面织上针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织完上针以后翻过来再回到正面，正面开头的这一边呢是帽檐的地方，别忘了帽檐的这一边呢我们是织的是狗牙边儿。织到头的时候，最后2针并1针，然后织过去再织过来，后面的2针并1针，然后再织过去织过来再并针，一共并15次针，和第一片一模一样。我们先把这15次并针完成了。好，现在这个第2片的15次并针呢也完成了，我们把它转过来，这个就是帽子的大小了。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尺寸不合适，还是有调整机会的，只需要把刚织好的第2片给它拆了，回到第一片，按照前面说过的方法调节第一片的尺寸，第2片和第一片的尺寸是一样的。下面我们就把剪掉的15针再挑回来，挑的时候我们说过，我们是挑这排小辫外侧的针目。
把针目都挑上来以后，最后一针是在记号针这个位置上挑出来的。后面的第3片、第4片的15针都是从这个位置里挑出来的。最后拽这个线头就把这小孔收紧了。然后翻过来以后，我们接着织第3片，织法和前面的2片织法一模一样。那我们把第3片和第4片都完成了，再来看看是怎么缝合收针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这4片就都织完了。下面呢，我们要把这2边呢合并起来。合并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把这15针给挑回来的，这样2边的针数呢才能对上。上针的这一面呢，就是我们帽子的正面。把2边缝合起来以后呢，这就是帽子的基本形状。帽身比较浅，下面我们先把这15针先挑起来。挑针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，别把线给挑劈了，因为我们上针的那一面呢是做帽子的正面，如果你挑劈了，那有点瑕疵呢，就正好露在外面了。最后一针呢，也还是回到这个记号针里挑出来。现在这针目呢有点松，有点大，但是你一拽这个线头呢，就把这针目收紧了。在缝合之前呢，我们先数一下针数，确保它是35针，15、10、15、20、25、30、35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缝合了，下针在外面，上针在里面。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呢，我把这边的35个针目呢也给挑起来。挑起来呢，大家看的就更直观一些。最后的这个小疙瘩呢，也算一针。把针目都挑上来以后，然后数一下针目，确保它是35针，15、10、15、20、25、30、35。现在两边的针数呢都对上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缝合了。缝合的时候，我们就用两边并在一起收针的方法来缝合，这也是我最常用、最喜欢的缝合方法，因为它拆起来特别容易。如果缝完以后你觉得哪里不合适，只需要拽一下这根线就可以拆开了。
看一下这里剩了几针，15、10、12，还有2针，我们需要留下10针。最后的10针呢，我们需要翻过来缝，就是把缝合的痕迹呢留在外面。好，现在就剩了10针了。我们先把缝合的这一针呢套在前面的这一针上，然后翻转里面这根针，这样这个面就翻转过来了。然后继续往前并针缝合。最后缝完的效果是这样的。下面的这一节帽檐翻上去以后呢，就把这个缝合的痕迹呢给挡在后面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呢从这个线圈里穿过来，把线锁住。但是先别剪断它，等一下用来缝帽檐。现在这个帽子呢编织部分呢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工作呢就是要整理一下了。我们先把帽顶上的线头呢给它锁死，然后藏起来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整理帽檐，我们还是用这根线，把这根线呢围着这帽檐转1圈半，然后剪断，我们用来缝帽檐。好了，这回是真正的一线到底，一根线从头织到尾，还包括了缝合的线。缝帽檐的时候呢是有讲究的。现在这帽檐呢是卷着的，我们要把它固定在这帽身上，而且要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这样才能保持同样的宽度。所以我们固定好宽度以后呢，先放上一个记号针，翻过来看呢就比较清楚它的位置。这里需要很多的记号针，如果没有记号针，用不同色的线大针脚的缝过去也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一行呢，隔一段放一个记号针，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缝的时候呢，很容易找到同一行的针脚。下面我们就沿着这条线围着这个帽圈呢，隔一段放一个记号针。这样有了参照物，就能保证缝的时候不串行，然后缝出来的这个边呢都是同样的宽度。这一点非常重要哈。本来这个帽子织得很完美，结果最后帽檐宽窄不一的瑕疵呢，很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帽子的整体效果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记号针，你可以看出它和第一个记号针呢都在同一行上。缝好记号针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缝了。缝的时候呢，是要用缝毛衣针来缝。
我们从中间的接缝开始，顺着记号针这一行针脚呢，找到中间接缝的进针位置。缝合的点呢是隔一个狗牙缝一次，所以这个出针的距离呢大概是隔4个针目。出针的位置呢正好是和第2个狗牙的位置平齐。然后穿过这个小狗牙，然后再从出来的位置进去，隔4个针目出来。刚才缝的是这个，那隔一个狗牙，从下一个狗牙穿过去，然后再从出来的位置进去，穿过4个针目出来。因为有下一个记号针做参照物，所以针出来的时候呢是不会串行的，而且针出来的位置呢正好是下一个狗牙的位置。然后穿过狗牙，再从出来的位置进去，按照这个节奏，你永远都不会乱，也不会串行，而且还是等间距均匀分布的。缝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帽子这样撑一撑，让缝合的这根线呢和帽子的松紧程度呢是一致的。这样戴上以后呢，你就不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儿有一根线很勒得慌。如果你手上有松紧线，用松紧线来缝这一圈呢，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最后一针呢，穿过中间的接缝的中心处，从同一个位置穿过去，来到背面，缝合就结束了。然后把线固定住，再藏好线头。这帽子就织好了。最后把记号针取掉，最好再下一下水，让每一个针目呢都均匀的分布开，帽型就更好看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咱们下个作品见，拜拜。